大家好，我是邱平，我现在在湖北武汉。我们知道武汉三镇汉口、汉阳、武昌是被长江和汉江分开的。那么现在我们站的这个地方呢，就是属于长江边上面。同时呢，这里也是两江交汇处。什么意思呢？汉江从这里汇入到长江，所以说在这里呢，就最能明显的看到武汉三镇的样子。我们现在站在这里啊，属于汉口，对面就是武昌，刚好就被长江分开了。然后旁边这里呢，就是汉江，对面呢就是汉阳，所以说非常有意思吧？那我们就来看一看，顺便呢乘坐一下轮渡，体验一下从汉江到长江里面的感觉。不知道今天有没有啊？我等一下找一找。反正这个地方是非常有意思的。夏天的话，这里呢还能够很明显的看到鸳鸯锅的形式，什么意思呢？汉江的水稍微是比较清、比较绿一点，而长江的水呢就比较浑浊，所以呢就变成了鸳鸯锅形式。因为河流嘛，看到没有？这里就是一边是长江，一边是汉江，远处一点那个是长江大桥。现在天气不太好啊，这个水流还是挺急的。汉江呢到这里就彻底结束了。汉江是起始于那个陕西的秦岭吧。在这个汉江旁边还有很多人冬泳啊，这么冷的天他们还能游泳，太佩服他们了。在这里大家看一下，还有很大的漩涡啊，就相当于水流比较急。我们经常说龙吐水，还有呢鸳鸯锅，就在这里非常明显。在这里眼睛还能看到长江水和汉江水有点不一样，等一下我们坐船可能更能明显的区分。现在长江上还有货轮呢，大家看到没有？现在在汉江里面有一艘轮渡，来武汉有这样一种说法。黄鹤楼要去，那轮渡也一样要体验的。这个轮渡，这个游轮现在还挺快的，明显的看得出来。它现在就是在汉江里面行驶，等一下呢就会进入到长江里面，是不是很好玩啊？我以前也在武汉体验过，不过呢是在中华路码头吧，是在另外一个地方，开得非常快呀，马上就进入到长江里面。大家看看长江里面。前方也有一艘货轮，它是从汉口到武昌的，太繁忙了，又一艘，很多。那这边呢，相当于就是一个码头。我们现在已经在汉江旁边，那一艘就是等一下我们要坐的轮渡啊，它现在是从武昌那边来到汉口这边，速度挺快的。它这边轮渡啊，就跟我们说的游轮是一样的，不过呢，跟我们平时看的夜游长江那个价格不一样啊。在这个地方，它相当于就是交通工具，跟我们坐公交车是一样的，价格还是挺划算的。等一下就能够看得到，速度很快呀。这个甲板上应该没多少人，因为天气比较冷。现在我们准备上去乘坐了，这相当于是汉口江滩来游玩的人还是很多的。因为今天是周末嘛，很多家长带着小孩出来逛一逛了。我一直以为长江是最繁忙的，没想到汉江也繁忙啊。这刚刚几分钟去，这么多货轮，在我们前方这里又一艘巨大无比的，他们已经下轮渡了，一个入口一个出口。现在我们准备进去了，大家猜一猜票价是多少？2块钱，很划算吧？这个相当于船舱，就是我们说的公交车的里面，分为上下2层的，座位还是很多啊。马上出发了，要走了，已经离开码头了。风景美如画呀！这边特别多人钓鱼，对面呢也全是高楼大厦。现在已经开始掉头了，即将往前行驶。我们在丹江口看的那个汉江的水啊，非常清澈，到这里呢，相对来讲还是差一点点。其实这里到长江也就是几分钟的时间，因为毕竟属于交汇口嘛。那边停了好几艘，看看下面的水流，这个是下面螺旋桨带出来的。这里应该称为汉阳江滩，出去呢就是长江，即将到达交汇处了，就是这个口子这里。
即将进入到那个长江了。一到长江，发现什么？货轮特别多。他那些人靠近那么近，弄鱼、钓鱼，不怕那个被那个水流一冲击吗？因为好像那里全是沙滩。前面呢，又是一艘游轮要进去的货轮。那这里呢，差不多已经进入到长江了，水感觉有点区别了。这里呢，浑浊一点，震撼吧。高处那个是属于武汉的电视塔。进入到长江了，前方还能看到武汉长江大桥呢。这个是长江上第一座大桥。越来越远了，我们现在已经离开汉江了。看到那个建筑没有？那个是江汉门，武汉以前的最高的建筑，同时呢，也是武汉经常报时的那个门呢。现在我们又来到长江了，我还是挺喜欢长江的。所以说，在这个地方能够看到汉口、汉阳。我们最开始的时候就是站在那个位置，看两江交汇，看三镇。现在呢，能够反方向看了，风景还是很漂亮的。在这上面风很大呀。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属于武昌。武昌有一个说法是被称为是武汉的大学城，因为单单武昌啊，大学太多了，它整个岛都是大学城一样的。波澜壮阔的长江，大家发现没有？长江在武汉这个水域非常广啊，我感觉有几公里。我们平常说一个河流可能几百米都算宽，但是长江在整个武汉这里呢，真的有几公里啊。所以武汉才有那么多的长江大桥，数都数不清啊。重庆和武汉都可以称为是桥都。武汉2个桥，长江、汉江；重庆的嘉陵江、长江，都是非常喜欢的城市啊。很多人问我最喜欢哪2个城市，我就是说重庆还有武汉。武汉我已经来了好多次了，今年来了2次，去年也来了几次，然后19年也来了好多次。前方那个就是武汉长江大桥，大家乘坐过这样的轮渡没有？2块钱畅游长江和汉江，不愧是这些大城市啊。还有一点说，大江、大河、大武汉，也叫做大湖，在这里呢，能够明显的看得出来嘛，这个江面多宽呐！到了武昌这边，就明显的感觉得到有很多船在这里啊，明显的看得出来，也是很多码头。我们就是要靠近码头，然后呢，黄鹤楼也在那边，武汉的比较有名的小吃街户部巷也在那边，所以来武汉的人呢，基本上来回这里走一走，因为黄鹤楼、长江大桥是挨着的。过这个长江，估计大概要10分钟左右吧。现在已经离得很远了，现在雨也下得越来越大了，可以看到远方的全是雾气啊。在这边看到大型的集装箱的货轮，2艘货轮并排的走啊，现在已经超过了，这个很难得见得到啊。那这艘货轮也非常大，不知道运送什么东西。我上次在三峡大坝看到特别多货轮，因为那个是准备排队的。那这里呢，运气也很好。大家看一下那个舰岛啊，其实像一个别墅一样的，有好几层，里面的空间听说装修的也很豪华，因为看视频里面看过一些。现在这个船在转弯了，就是马上进入到汉江里面了。现在已经减速了。像这些小的游轮呐、游艇，应该算是属于我们说的游玩的，价格相对来说贵一点。而我们这些大的，应该就属于这些正式的轮渡，我猜想是这样的啊。江城1号。因为武汉也可以被称为江城嘛。武汉为什么会称大呢？一个是3镇，还有一点呢，你如果说从汉口坐高铁到武汉站呢，要20多分钟，大家想一想大不大？很冷啊，现在。还好我今天衣服穿的比较多，因为算是降温了。哇，这个不知道是不是夜游的啊？因为你看到上面的座位都不一样。搞不懂啊，因为现在上面全是空旷的，这个观景更方便。
这个就是长江上的第一座公铁两用的大桥，上面是公路，下面是铁路。这大桥我在上面走过啊，我基本走完全程了。我上次是从对面汉阳走到武昌的，应该算起来是去年吧。因为这座桥已经走过不止一次了。然后上面还有很多大桥，像杨市港长江大桥、鹦鹉洲长江大桥，都算是武汉有名的大桥，而且算是网红景点了。已经靠岸了，即将下船了，下轮渡了，很多啊！这里刚刚出发的，这个是一大一小，小的应该是观光旅游游艇吧？我上次问了一下，因为票价稍微贵一点，而旁边那个大的就跟我们刚刚乘坐的是一模一样。走到这里面还是很舒服的，因为开了空调。那这里呢，很多人等着开门，开完门就可以出去了，跟坐火车一样的。好了，我们出来了，准备走了。这趟轮渡就做完了，人还是很多的。然后这边又是上去了，要等人下完了再上去。所以说到武汉厉害了，没有体验过轮渡的话，可以来体验一下，就是这种方式，非常的与众不同，也挺好玩的。